2020年之后啊，我们的很多的生态都改变了，吃饭的生态改变了，然后买东西的生态改变，看电影的生态也改变了。我们会喜欢看大荧幕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画面够大，音响够好，可能我们自己家里没有那么好的音响，所以我们喜欢到电影院去享受逃离现实的那种感觉。声光娱乐，对啊，那在家里的话，可能一下子电话来，然后一下子你妈说你要不要吃水果啊，就是会打扰你啊。那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的感觉啦。对。但是如果说是那种哥吉拉对金刚或侏罗纪世界之类的，我就觉得我会进电影院看，因为那个才能看得到场面跟那个爆破性的临场感的那种音效啦。是，串流平台真的很多，例如说像 HBO， 然后像 Netflix、迪士尼，对，然后还有 Amazon 都有了哈。姐夫呢就在串流平台上看到了一个电影，光看海报就非常吸引人，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尬电杀手》。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忘了按赞、分享、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同时，我们在每个礼拜三首播完之后，礼拜四隔天，我们会在 Podcast 上架我们的这一集的完整节目，叫做《解封吧，耳朵》。在整个尬电杀手里面，最令我惊艳的就是凯特·贝琴莎。你知道凯特·贝琴莎？因为我看电影，我就想说这个女的有点面熟。我觉得她是长得非常知性的一个女演员，是吗？因为我一直觉得她就是一个很性感、凶狠的一个。她没有很凶狠啊。因为我之前看她是看她在杀狼人跟吸血鬼啊，所以就是决战异世界。对。所以看他演这个，我就想说，哎呀，好面熟，尤其他那个眼线、那个眼妆，我想说，我一定看过这个女的。我想，哦，原来是凯特·贝琴莎。这就是那个骆师傅跟姐夫看电影的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姐夫看的是《珍珠港》，我反而没有看过《珍珠港》。没关系，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它就是一个非常朋克的一个 cyberpunk， 对，烟熏妆啊，然后很利落的那种，其实我觉得很英国的造型啊，英国的那种朋克的造型，尤其是他的那个头发，我估计可能又会造成可能流行的风潮。对，要又厚又短，对不对？看起来就很凶狠这样子。Anyway， 就是女狮子。好，这个女主角的星座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台湾的片商引进来，他把它翻成尬电杀手。我每次看到这种，我都觉得哇，台湾的那个片商的那个取名真的是很有天分。我想说，因为你不管是听到什么警醒这部片，或者是你光看它的英文片名 "Jolt" 这个字，你就想说啊，就是一个抽蓄战斗。可是你像尬电杀手，就整个就是很想看，知道吗？有时候翻得很不错啦，有时候翻的也是怪怪的啦，比如说鬼佬之类的。OK， 要听你开始抱怨啊！没有，这个鬼佬，好，大家可以去我的脸书看一下，你就会知道，真是难得啊。对，好，对，那我们讲到《尬电杀手》这个电影特质哈，因为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充满速度感。我觉得导演啊，在整个美术设计上，或者是造型设计上，他也是很有用心的。因为我看到的是那个女主角的造型，我觉得她非常的炫，比黑寡妇好很多。黑寡妇很多时候穿的是制服啊，你不要这样。是啊，看到了这些元素的时候。不免就会让人家想到比较暴力的星座，对不对？骆师傅，就是会比较跟速度感，或者是直接的一个暴力，或者是说一个力量有关的星座。那当然，我觉得就是毋庸置疑是跟我们的白羊是有直接的相关，因为你在片中看到了非常多的暴力，然后非常多的爆破场面，然后飞车追逐，然后还有巾帼不让须眉的那种汉子的形象。
其实或英雄的形象，或者是个人自我出头天的那个形象，其实那个都会跟白羊的这个能量会有很直接的相关。对，那当然，虽然说它的在 Amazon 它的上片的时间是7月23号，那是一个巨蟹跟狮子交界的一个时间。巨蟹跟狮子啊，巨蟹跟狮子，那跟白羊没什么关系，对不对？狮子它也是一个火象星座，而且狮子它也是会有要站在 C 位嘛，所以我们这整部片整个全部都是以一个 C 位、一个女主角的视角为中心。对，那只是说狮子比较没有白羊这么多的讲求，就是暴力或者是直接性。狮子有比较多的是荣耀或者是统御，就是统领。然后当个中间，或者是说，因为狮子它掌管的部分比较多是舞台的、娱乐的，或者是让大家皆大欢喜的。那白羊比较多的就是冲锋陷阵，我就是要达到我的目标，然后往前冲的速度感的这个部分，就会跟狮子比较讲得非常好。因为整个在电影里面，我们就看到女主角一直不断的往前冲，一直不断的要去找到杀她男友的凶手。我觉得啦，就是你在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或者是非常不想动头脑的时候，这部片啊，就是大爽片，就是充满肾上腺素，然后看完之后就很累，就可能就是什么被男友骗啊，或被甩了之后的女性观众朋友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就是会很爽这样。对，是这样子。好，《尬电杀手》的整个电影特质是白羊座嘛？对，我觉得白羊能量就冲破了整个画面，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享受一下。讲完电影的星座，它是一个非常暴力的白羊座，但是我觉得女主角凯特·贝琴莎我想跟白羊座应该也脱不了太大的关系，对不对？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因为在这个电影里面，女主角的设定就是从小就是一个暴力的人，她会因为一言不合，很容易因为情绪的影响，然后引发一些暴力的动作，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是看到一些路见不平，然后他就拔刀，就是要去给他注下去的这个正义感爆棚的一个能量，这样子。对，所以他也就是说，其实他在里面就会提到一个，就是说正义感，或者是说对的事情或不对的事情，这种是非判定就是很绝对的这个部分。那就会讲到说跟正义感比较有相关的星座啦，那可能就是什么白羊跟射手。那白羊跟射手还有狮子，我们其实火象星座一向都是非常推崇所谓的勇气，然后荣誉，然后自信的一个元素星座类别哈。那其中尤其在讲到就是我们在讲白羊跟射手的时候，对于那种正义感啊，然后政治正确啦，或者是说道德正确啦，这个部分其实白羊跟射手也绝对是当仁不让。虽然说狮子也会有，但是狮子的表现呢，不会像白羊射手这么的明显或这么的明确，因为狮子他要顾及他的粉丝们跟观众们，所以在这方面的力道呢，可能就没有我们的白羊跟射手这么的强劲，这么的明显。对，虽然这是女主角本身的个性，但是女主角是一个对男主角一见钟情的人。那关于这一点的话，骆师傅怎么看？一见钟情当然就是要我们就是马上就是陷入爱河嘛。那其实陷入爱河的话，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讲就是刚刚讲的白羊座，爱就爱，不爱就不爱啊。然后再来，我们的双鱼座马上就会动心，然后再来还有什么狮子座也会，就一看到就怦然心动就来了，感觉就来了，或者是说一个烧到我的爽点，我就开心了，我就觉得你是我的子民，就可以爱上这样子。我们一般就是很直观的，我们会直接就觉得说女主角可能就是一个白羊能量很强的人。那在这边如果说我们再到这边就先结束，当然它会是一个比较初阶的一个判定，我觉得这样子也算是合理，就占星学角度来说，因为这样节目就要结束了。对，但是如果我们再细致一点讨论的话，其实它会有更多有趣的东西。如果它是双鱼座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因为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在节目里面提到跟双鱼能量直接有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提到艺术啦、慈悲啦、柔弱啦，或者是说一个我们很脆弱的一个形象或
美化的一个形象。但是其实，如果太阳在双鱼的，难道就没有女汉子？难道就没有讲话大喇喇的，或者是很粗线条的女生吗？一定也是有。那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其实这是有的。那它的原因可能就会落在它其他的行星或者是它的宫位相位上。那如果在我看来，如果女主角如果她是一个双鱼座的话，有没有可能？我觉得依然也是有。为什么？第一个，在片中他在跟警察那个男警察坐在车子里面的对话的时候，那个男警察体验了他被电流电到的那个感觉。男警察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女生她说：“我就是一个会伤害别人的人，我就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人，我就是一个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可是那个男警官回了他一句话。你都是先想到别人才想到自己，不然你不可能一直这样子的去电自己，去虐待自己。双鱼座可能也有自虐的可能咯。我们不要说自虐，而是说我们为了其他人而牺牲奉献。其实我们为了其他人而去做某件事情，这是一个很海王的情节，就是牺牲自己照亮别人。所以为什么双鱼会跟宗教扯上关系，也是因为这样子，他牺牲自己，然后去成就别人或成就更伟大的事情。所以他为了别人，然后不要伤害别人，而先伤害自己，而去电自己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他整部片，他其实只跟这个男的见面3次，可是他愿意为了他而去做从头到尾的这一切事情。昨天看了一个。就看了一个影集，有一句话让我也是印象蛮深刻的。他说：“你只有在痛苦里面才能够平静或找到自己。”这也是算是一种自虐的行为吧。在痛苦中能够找到自己，我觉得有一点双鱼跟天蝎的成分在里面。那双鱼比较多，马上撇清关系。我才不会在。也不会在痛苦里面找到自己，也不会得到在痛苦里面不会得到平静哈。好，那所以其实这部分又展现出了他一个双鱼的能量，而且在片头的时候，他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他爸爸妈妈一个嗑药，一个喝酒，然后常常最后就是双亡了。那在他小的时候，然后所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就是他的太阳跟月亮很可能也都落在双鱼这个救苦救难，或者是说跟上瘾有关的这个星座里面。对，那但是为什么他的脾气会那么暴躁？其实有可能他的上升或者他的火星其实是落在白羊宫的。那如果他的上升跟火星落在白羊宫的时候，这个双鱼会变得怎么样呢？这个双鱼它的外观或者它的行事风格看起来就会非常的白羊，非常的粗犷，然后他的脾气呢也会像白羊非常的直接，然后他的动作，他生气的时候的反应也可能会跟白羊的这个直来直往女汉子的形象会有直接的关联。尤其就是我们在讲到上升星座的时候，上升跟太阳星座，上升除了我们30岁以后看上升这一个点以外，其实太阳跟上升星座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太阳是一个我可能想要成为的自己，但是我不见得成为，我一辈子就是努力要成为这个自己。上升是一个别人看到的自己。对，所以也就是说，别人说，其实我们展现出来的部分可能是上升，可是我们一直追求自己，希望能够当双鱼的这部分。所以那女的她希望能够是不要伤害别人，更多人因为她而受到伤害，所以她虐待自己。但是她用的方式是这样的方式，是很粗暴的方式，不管对自己或者是对错误的人、犯错的人，她都是用很粗暴、很白羊的方式去展现。那而且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双鱼的下一宫就是白羊，他们是连宫的一个星座的一个配比。对，所以一旦就是你的上升跟火星是落在白羊的时候，你的太阳跟月亮会很有可能落在你的12宫里面。12宫它是一个隐藏的，它是一个隐而不见的。所以如果说它的太阳跟月亮都落在12宫里面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它的太阳跟月亮的能量
会被暗盖起来，因为12宫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内行星只要进入12宫都会被隐藏，就它的能量会被隐藏起来。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讲太阳双鱼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浪漫跟那个同情心，或者是月亮双鱼的时候，那个共感的那个能力，到了12宫都会被盖起来。所以说，然后就变得不这么明显，或者是当事人本身会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情绪摆在后面。对，那再加上他又是双鱼的时候，他又会摆在更后面，然后再加上12宫的影响，而让他不自觉自己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看星座这件事情，大家对星座非常有兴趣，但是都是只看到太阳星座啦。你真正的个性，或者是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跟其他的宫位都是有关系的。甚至有时候，其实你不要讲说要看自己星盘里面的其他行星弱点或者是宫位弱点，其实有时候行运也会影响。最明显的就是每次水逆来的时候，大家都怕得要死。对，然后平常可能不会跟别人吵架的人都吵起来了。那就代表说你会吵架吗？其实有时候不是，而是天上的水星逆行的时候，影响到你星盘的整个能量，它是一个连锁反应，而导致一切连锁反应的结果。当白羊座或者是双鱼座好，对于他希望得到最后结果那件事情，最后让他失望的时候，他会怎么办？其实对于双鱼座来说，就是失落是他星座能量的一个环节，就像我们的处女证明自己是有产能、有功用这件事情一样，幻灭原则上是海王星能量或双鱼能量所掌管的一个情绪价值或者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相信，就是很习惯琼瑶剧情的这个双鱼朋友们，原则上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其实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是吗？他努力了那么久的成果之后，最后让他失望，他反而是用一个失落或者是悲伤或郁闷的方式去展现他的这个不开心，而不是用暴力或者是用这么以牙还牙的部分。所以我才会说，就是他的火星或上升在白羊的话，他有可能就是用这种有别于一般柔弱型双鱼的方式去展现他的能量。而且其实如果说你要说到就是这种反击或者这种情绪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除了看我们的太阳星座以外，其实上升跟我们的火星还有月亮，它的弱点其实会比太阳星座透露出更多的在愤怒，或者是说你在被得罪的情况之下，或在高压的情况之下，你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反击。对于反击这一块的话，白羊应该是首当其冲吧，对不对？一定啊，就是大概是前3名嘛，对不对？就是白羊，然后天蝎，其实火星在白羊或火星在天蝎的人，原则上他的反击力道都会很大。火星天蝎会有那种君子报仇3年不晚，而且一报他就是让你痛不欲生，一辈子都忘不了。然后白羊他就是直接就是你扇我一巴掌，我马上就是还你一拳，他绝对不会3年不晚。对，你是说君子报仇3年不晚，那就是勾践咯。你知道勾践是谁吗？我知道，那就是勾践。但是其实，或者是说，其实火星在金牛的也有可能。火星金牛，它其实虽然很难被得罪，或者是说他很不容易生气，或者是他很懒得去马上执行一个所谓的复仇计划，但是一旦他的那个怒火或那种复仇的心被燃起来的时候，他可以用很长的时间去执行一件事情，而且执行完之后，那个火牛阵的那个持续力跟攻击力，我想那个是不用我再去多做解释的。那当然，对，我就最近有感受到，是这样子的。另外就是像就是火星的曜生星座，火星如果落在摩羯的时候，其实你也会发现它其实也会有一种你知道像那种持续性的那个碾路机的那个方式，它会一步一步的，就是一定就是要去达到它的目的，它的愤怒会是一直持续不会停止的那个部分，它的时间里搞不好比火星金牛还要厉害哦。你的意思是说慢慢折磨你的意思？也没有到慢慢折磨，但是它就是一步一步一步踏过来，然后它可以无视于你的哀嚎。对，就是其实你说过啊，你说过那个摩羯座很残酷啊。对啊，所以其实就是虽然它即便是一个曜生星座，所以其实要惹火星
摩羯生气跟惹火星金牛生气，其实都不太容易，因为其实他们都比较理性，而且比较就事论事。但是，一旦把他们惹毛的时候，其实那个反扑其实都还是有一定的质量跟那个一定的那个强度存在的。大家以和为贵，不要惹毛别人啊！我觉得如果你要得罪的话，你去得罪什么火星天秤之类的，可能还会比较反抗的力度比较小。大家自己查查自己的火星在哪里好了哈。我觉得在骆师傅的这个分析之后，我觉得非常清楚的 ，Lindy 这个角色应该就是白羊座了。OK， 白羊也是比较直接，我觉得白羊太阳也是可以。那当然，如果说你要说它是非典型双鱼，然后有这种比较特殊的星盘配置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说得通。不知道观众会觉得是怎么样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目前台湾是不会上，大家可以去其他的串流平台，例如说像 Amazon 去看一下。下个礼拜我们要聊什么电影呢？跟行星有关的电影。是什么？大家期待一下。